先不和你们说是什么车，16年上牌，看这质量。你以为是这一个门啊？这没完呢，来看这边。好舒脆。本家大门都快用他妈40年了，他还没说这样的，天天风吹日晒的。这个，好酥脆。它烂的很神奇哈，这个位置也烂了哈，但这儿没事，这烂，这烂通了，这烂通了。看这个，猜这什么牌子吧？我天，16年的车烂成这样了。我那05年的奥拓的，这么多年也没修这个。这个车还不是在沿海城市的，在沿海城市的车子呢，是从底边开始烂，但他们有。国产车的质量真的太垃圾了，也有网友表示自己买奇瑞艾瑞泽8让我破大防了，并且晒出了聊天的截图，提车1个月让我去售后维修3次，说好的新车呢就这质量，第一次取修方向盘跑偏，做4轮定位，维修师傅说以后每年做一次，一次150元，我问师傅说这个不算保修吗？他说这个是消耗品，不在保修范围。那我这是新车呀，为什么消耗品就给消耗完了呢？除此之外，还要进行车机系统升级修复，各种莫名其妙的 bug。维修师傅还提了一嘴，车子的电瓶螺丝没拧紧，有全车掉电的风险。第二次是1周后仪表盘亮发动机故障码，维修师傅说是油箱盖没拧紧。第3次是在第2次维修后2、3天，仪表盘又亮发动机故障码，据检查是碳罐电磁阀进气管破裂。维修站说这个是我们开车太猛了，人为原因要自费维修。问题是我这新车买了1个多月，就开了500多公里，只是在城市道路开，时速基本就是30到40，高速都没上过。维修站的人说我们开得太猛了，我都觉得好笑。那我要怎么开车呢？是要和电动车一样限速25吗？我这车油耗还特别高，每次我都是在中石化、中石油这种大加油站加的油。提车以来一共加了820块钱的油，油箱还剩30%的油，现在就只跑了500多公里，除了上面检查出来的能帮我们修理的问题，我们还遇到许多杂七杂八的问题，实体按键失灵，按不了空调，左右转向灯关不了的，同时打开了双闪，大晴天雨刮突然动起来，语音控制失灵，这些故障偶尔就出现一下，每次又都不重样，一问就说是软件 bug， 下次还是出现这些问题。第3次去修车的时候，售后说我们故意找他们别扭，我是吃饱闲着没事干是吧？第1次维修师傅说这是概率问题，第3次去维修，维修站的人还是说这是运气问题。好吧，买奇瑞汽车想倒霉人生，买了奇瑞汽车就可以不用上班了，天天去修车。比亚迪元 Plus 这个车，我不知道什么人在买，我靠，简直是工业垃圾，你明白吗？我开了这么多车了，电车也开过很多，我不是没开过电车，就唯一这一台车今天跑了1个小时，差点给我表妹跑吐了，不是那种心理感觉的要吐，就是生理上的要吐那种，你明白吗？就是它这个车的车身跟底盘，你就感觉它是分离的，你明白吗？就感觉完全不是在一体的。你就别说它了，就我自己开着我都有点想吐。我这么多年干汽车媒体这么多年，开了这么多车，就这台车能给我这样的感觉。比亚迪，我感觉他们的这个底盘就完全没有调教过，就直接装上去你就跑去吧，就没完全一点调教都没有，你明白吗？最让我想不通的就是，就这么一台车，它1个月竟然能卖1万多、2万多台，都什么人在买这种车呀？很多人说中国的消费者就不懂车，我现在感觉真的就是这样。
他但凡他开过几辆车，你不用开太多，你也不用开太好的车，你就找几辆10几万价位的合资车，你随便你去开个几辆，你这车你就开不下去，你明白吗？好多人说比亚迪啊什么性价比高，我也不明白它性价比高到哪儿去了。这好歹是一辆10几万的车，你知道现在10几万能买到什么车吗？12、13万都快能买到雅阁了。你们看现在雅阁是什么价位？你花个7、8万块钱，现在思域最低8万多都能买到了，7万多都能买到伊兰特了。你包括别克的威朗 Pro 也是7万多，最低甚至6万多。这些车哪个车不比这个车开起来舒服的？就算是电车，你可选择的也很多。大众的 ID 系列，你去开一下，你再开一下这个车，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，你明白吗？你就算你不想买大众的，你就算嫌那个车小 ，ID3 太小，你去看一看广汽埃安，也是国产车，也比这车强太多了。什么破玩意儿这是？哪怕是别克的那个有改电的那个，在我的这边评价都非常低的那个威兰6，也比这车开起来舒服。人家起码是个正常的车，这我感觉它就是个老头乐水平，你明白吗？它甚至都已经不能算是一辆汽车了。我说国人真应该去吃点好东西，别整天就吃点这种垃圾，没见过世面，你明白吗？太丢人了，开这种车。近日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，自9月27日起，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关税税率将从25%提升至100%，若算上美国针对电动汽车征收的2.5%基础关税，最终税率将达到102.5%。估计看到这条新闻的人，直接联想到的就是美国是在针对中国的比亚迪等强势的新能源企业。其实想多了，除了以沃尔沃旗下品牌身份进入美国的极星外，中国新能源车企就从来没有登陆过美国大陆。按照美国的要求，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必须有75%的配件来自北美洲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丰田、本田都在美国建厂，而大众、宝马、奔驰都在墨西哥建厂，为的就是要符合该项法律。随着中国车企自主化率越来越高，中国几乎所有国产车都不符合美国进口车的要求。上半年，比亚迪甚至携带10多家配件商一起在墨西哥建厂，都没打入美国市场，所以很显然，美国这波关税加了个寂寞。但不可否认，随着在墨西哥建厂的中国汽车零配件商越来越多，中国新能源车进入美国市场也是早晚的事儿。即便是100%的关税，也拦不住中国车的低廉价格。在中国，比亚迪秦 Plus 几乎完全吃掉了卡罗拉、思域的市场，7.98万起的售价，即便关税翻倍，也才卖2万美元。此外，售价不到1万美元的海鸥，即使售价翻倍，也能轻松吃掉美国通用、福特的新能源市场。所以这波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上涨，更多的是给美国本土新能源企业一个交代，最终为赢得年底大选获得更多支持。当然，这波涨价对中国车企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，但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中国的电动3轮货车，在中国称之为3蹦子。这款车在上半年突然在美国火了。在中国售价6000至8000元的3蹦子，正好折合美元1000刀，进入美国后卖到2000刀，依然被疯抢。因为它能够轻松续航150千米，还能拉货，对于大多数美国别墅区的用户非常友好。而且美国没有对车型限行的法律，因此该车在美国售价已经从2000刀上涨到了6000刀。由于电动3轮车属于电动摩托车范畴，属于钻了美国进口车的空子，因此此次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，等于把这个空子给填平了。当然，国内的应急反应还是要给的，中方对此强烈不满，坚决反对。美对华301关税不得人心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，坚决捍卫中方企业利益。就这么多了，看看就好，中国自己给国外车加多少关税，难道没有一点数吗？我就想不明白，为啥新能源车动不动就能卖个几十万，到底哪里值那么多钱？给大家拆开新能源车的发动机看一看，电车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？别看电机个头不大，转子确实不好拔，又是砸又是拉。这辆红旗开幕开起来咯噔咯噔响，就这个电机轴承坏了，换个新的就能修好。这是电机的定线圈，这是转子，是个大磁铁，它俩都是铁疙瘩，卖废铁最多也只能卖110块钱。就算是很贵的电池包，1度电也才几百块钱。我要是真有几十万，我肯定不买新能源。
近日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因为充电停车2个小时被收取47元，其中29元为占位费。此事件引起热议，网友纷纷表示自己也被坑过，不少充电站都有超时占位费，个别站点的超时占位费高达384元1小时，简直防不胜防。据了解，爆料的这位出租车司机是在小鹏的快充装充的电。因为一直认为充电车辆可免费停车2小时，于是就等到接近2小时时才拔枪结束充电。但在结账的时候，账单显示需要支付47元多，其中129元是占位费。出租车司机对此进行了投诉，认为占位费的公示不明显，且充电结束后并未有提醒。充电桩位于郊区，充电位充足车辆很少。小鹏方面给出了收费细则，其中规定，充电结束后30分钟内未及时拔枪并驶离车位，将按照1元每分钟的标准收取占位费。显然，这位司机仅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充电完成，剩余的1个小时基本上是等待时间。其实早在2021年，小鹏就修改过充电桩的收费标准，主要调整了关于充电电费和超时占位费的收费规则，目的是让充电桩能更高效有序的运营，减少非充电占用，提升充电效率，优惠充电体验。是不是只有小鹏才有超时占位费呢？其实不然，一名极客车主反馈，自己在杭州某超充站被收取过9元占位费，是因为超时占位39分钟。最终通过申诉的方式要回了这笔费用。一名广州车主在某充电站也被收取了14.5元超时占位费。申诉后，厂家认为车主首次占用免除相关费用。有些充电站点的停车规则为充电限免、倒闸减免，晚10点至早7点限免。那些建在公共停车场内的充电桩，虽然停车费是限免的，占位费却依然收取。只有做到充电结束后，把车辆移到普通车位，才能做到真正免费。如果车主理解错误，加上收不到提醒信息，停一晚上很可能要缴纳上百元占位费。网友反馈，特斯拉是国内已知超时占位费收费最高的，闲时每分钟收取3.2元，忙时每分钟收取6.4元。如果不及时缴纳费用，将被暂停使用超充服务，直到结清欠费。蔚来曾在2023年7月就开始试点收取充电桩超时占用费。现在如果使用蔚来充电桩，通过蔚来家电 App 查询可知，免费停留时间为15分钟，超时后每分钟收取0.5元占位费，最高封顶50元。小区充电在兴业太古汇站点的收费标准为超时占用费0.26元，每分钟单次封顶60元，费用由充电站收取。对于厂家收取超时占位费的问题，网友们对此褒贬不一。有网友认为，占位费可以收，但应该有明显的公示，且收费标准合理，就应该收取占位费。很多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型占用充电桩，简直就是浪费。只有多收费，才能让那些故意占位的车主长记性，合理合规收费没错。充电桩本来就不是停车场。个人感觉，这个占位费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合适，还可以顺便提高一下素质。在一段监控视频中显示，一位特斯拉车主充完电，随手把充电枪往地上一丢就走了。不过半小时后就匆匆地跑回来，乖乖地把充电枪放回去。难道真的是他良心发现，素质突然提高了吗？当然不是，是特斯拉疯狂上涨的账单。1分钟6.4元，从这方面来说，新能源还可以提高中国人的素质，这应该算个优点。我牙刷儿，白天充电比无天贵了快40块钱，你又给我说无天的消灭了。听说现在外面快充的价格涨得很猛啊，那在2024年给这样一台10万块钱的纯电车充一次电，到底要花多少钱？来电动爹，替兄弟们试一试吧。好，先来看看一天当中充电最贵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电价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40分左右啊，大部分都是在1.6块到1.8块之间吧。哎，不存在，都是为了兄弟些啊！走，充电去。现在表显续航是42公里，这种天气充电啊，不开空调的话，腰杆头的痱子都给你裂出来。24度两档风哈。好，这次呢，我们打算从1%充到能满足日常使用的80%就主动终止。到80%了，我们停止充电，一共花了60块钱。表显续航增加到了336公里。我们再去看看一天当中最便宜的时间段充一次到底要花多少钱。看，12点多钟了，你敢信充电站居然没有位置了？果然纯电车主都是些抠神。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电价
基本上是在5毛到8毛一度电。我喜欢。为了能准确测出2次充电的费用差距啊，我们还是在同一把充电枪进行充电。能看到现在我们表显续航是40公里，车内的空调依然是24度2档风。好，能看到现在充到了80%了。好，结束充电，花了22块9毛钱，续航增加到了338公里。通过对比啊，晚上充电的时间和损耗都会更少，价格也只有1/3。这个价格嘛，我是相当满意的。哎，拿过来，哎，好痛好痛！跌，快恢复，遭不住啊！这种好事情我还是留给生蚝的兄弟吧，我绝对不会再来了。可以看出，新能源车主是真的精打细算。现在国内经济下行，很多人都是花钱非常小心。有新能源维修师傅就表示，说实话呢，我真替这些新能源的车主发愁呀。那么前2天呢，来了个比亚迪唐，补了个轮胎呀，80块钱。然后这大哥呢，当场就扒拉起小算盘了，有5个轮胎就80块呀，那够我充好几天电。我算算啊，1天、2天、3天，哎呦，够我充4次电的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脏好痛哟！那你说说这些新能源车主大哥，自从开上新能源以后，就变成那么一丢的小心眼。这以后这些大哥可咋活呀？那2天来了个问界 M7 大哥呀，2万公里就把轮胎磨没了。不是说轮胎质量不好啊，是那车他就跑2万多公里，换一双新轮胎呢，7000多8000块。大哥的心在滴血啊！我买的是新能源呀，我是要省钱的呀。我1公里1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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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嚯，2万多公里换轮胎8000块，这省个毛钱，这大哥怎么活呀？新能源就是一个坑，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的花销，充电后续的涨价才是最要命的。充电2块钱一度你就嫌贵了，我告诉你，等油车彻底不卖的时候，就是你电车开不起的时候，现在电车卖的是好，这几个月的销量已经完全超越了油车，难道真的都开始喜欢电车了吗？很大一部分原因还不是因为政策好啊，置换补贴给你了吧，购置税没收你的吧。一旦有车没人买了，你觉得这些福利政策还可能会有吗？你开着电车油门一踩，哎，光想着开就完了吗？我问你，养路费你交过吗？电车不加油以后，养路费是不是得你交？现在电价才涨到2块钱一度，你就受不了了。油价现在都涨成啥样了？你难道不知道这里面将近1半都是税吗？千万不要想着去让电车全面取代，油车都不加油了，到时候肯定会想办法算到电价里面去，说不定啊，充电比加油还贵，油车销量上不去，你应该害怕才对，你就应该盼着，哎，油车再多卖一点，哎，这样你才能多开几年便宜的电车。亲爱的，你好厉害啊！他是谁呀？你女朋友好凶啊，一点都不像我，只会心疼哥哥。你去网吧给我占个机子，抢个盖伦，出门多拉线。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啊？我兄弟啊，兄弟管你叫亲爱的。天哪，我好窒息啊！和你谈恋爱，我连异性朋友都不能交是吧？我干脆把我好友列表里所有的女性都删了呗，你再拿根绳子把我绑起来，你满意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罚你给我800块。到账走了， 800元。去网吧。哎，那你好歹把桌子收拾一下呀。为什么要我收拾？我来你们家不是当保姆的。收拾一下卫生，不至于就保姆了吧？我们男人真的太苦了，20年的王子，1天的皇帝，1辈子的保姆。只要我看网上男人收拾家务的也挺多呀。那你和他们过去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我被你罚800块。到账800元。行吧，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咱俩做个游戏，倒水，谁输了谁收拾家务。好好好，这个公平。我赢了，你就不会让我一下吗？赢我你很开心是吧？看到我输你满意了，不想收拾就别收拾，没人逼你。蟋蟀们，取对人很重要，取对了，你咳嗽一声，他都以为你感冒了；取错了，一上吊，他都以为你荡秋千。